在1年半以前，我们的如影 4D 评测上线，无论是设备本身，还是我对大疆工程师的敬佩之情，相机市场都有很久没有出现让我这么兴奋的设备了，导致我在拍这个节目的时候腿给摔断了，到今天都还没有恢复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给出的评价确实还是非常高的。那确实如影 4D 我觉得到今天也还是挺好用的，我们用它拍了很多的项目。当初调侃的单兵战士虽然有一点玩笑的成分，但是确实大疆这套设备大大缩减了我们的人力成本，体积也变小了很多，没有这么重了。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能和它掰手腕的设备变得越来越多。佳能有 R5C， 尼康有 Z9， 富士有 XH2S， 索尼有 FX 机型，各种参数上已经变得非常接近了。那你再把它们和大疆自己的 IS3 系列一组合，你会发现，这如影 4D 好像就没有这么多优势了，至少优势变小了很多。那不过同一时间，如影 4D 团队也没有就此止步，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推出各种新的功能，时间码、体感控制、新的控制模块、录制规格，这都有，他们都努力了。但是因为 Red 的诉讼，现在如影 4D 失去了一大功能，就是 ProRes RAW 的记录能力。发布的时候是有的，现在反而没了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遗憾。那不过作为一个产品，它的生命周期本来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接近到了换代的点，应该出如影 4D 2代，但是大疆反而在这个时候开始推出一些全新的配件。这是因为它的可拆卸结构总算开始发挥这么一点作用，所以你看，当初画的饼，这个分体线、新的镜头、全新的卡口组件都推出来了。那这3个东西能让如影 4D 在今天再进一步吗？我会说，也许可以。其实分体线早在我们外延会改造那一期就已经出现过，那是好几个月以前，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初代版，多多少少是有些 bug， 而且用起来搭配的是我们自己的手柄，就是个木头的东西，有点蹩脚，也不是很好用。那在半年经过了多次迭代之后，大疆工程师总算把这根带手柄控制的分体线给做出来了。那你要说易用性，真的比我们当初那根线要强了很多很多。那只不过之前就有朋友问我们说，你这样不是把如影 4D 变成了如影 3D 吗？画蛇添足。那确实，这样一来，你确实丧失了 Z 轴，丢失了一定的竞争力。但是客观来说，你在市场上想找一个能够拍摄 6K 分辨率，并且这么轻便还能够稳定的系统，那它就是独一家。你想一下，有别的吗？好像真的没有。那分体只是轻肯定不行，它到底还能干什么呢？那比较直观的一个使用场景就像这样啊，上摇臂虽然很鬼畜，但是真的挺好用的。早在之前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就试过把如影 4D 放上摇臂，但是如果你直接把它放上去，它本身5公斤的重量，配重就是一个问题。除非你选择载人摇臂，但是这样一来就和大型电影机也没什么区别了。那有了分体线之后，你可以把如影 4D 像这样架在各种轻型摇臂上面，配重问题也就没有了。我们新场地那个视频就用了这个组合拍摄了 B-roll， 整体的体验真的还挺不错的。那不过这根分体线的长度只有2米，所以目前只能上一些小型的摇臂，也不是特别优雅。但是我们艺高人胆大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一下，把多根分体线接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。事实上我们发现能用，但是官方不推荐，所以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那除了摇臂，在我们最近拍摄的短片里面有大量的车内推进镜头。那以前要实现这样的镜头，你需要一套炮车以及几个人，一天下来要好几万的钱，根本吃不消。但现在有了这个分体线，再把当初这个被我喷得非常严重，我当初觉得一无是处的魔爪智障搭配在一起，还挺好用的，真的挺好用的。你可以实现很多狭小空间下的运镜，就像这样直接推进去。这套组合也应该算是同等体积之下，也许是最便捷、性价比最高的炮车拍摄方案，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那重量方面，之前如影 4D 完全体的整机重量接近5公斤，如果你只是拍一个产品特写的话，那还好。但是如果是带有综艺性质的节目，你抱着设备一拍就是一整天，你手腕立刻爆炸，还是没有改变这一点。所以之前我们研发了那个轮椅，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很多人笑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挺好的。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轮椅，还没做出来，再等我们一下。虽说轮椅我们还没有造出来，但是你看，至少还是有一些成果的。像这个影视飓风终极无敌如影 4D 拍摄车 1.0 版本，虽说距离完成版还有相当远的距离，但是其实已经初具雏形，可以基本使用了。这个我们到下一期怪东西分享可以再来讲。但是目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痛点是，这个如影 4D 非常容易引来保安，这头一颠一颠，保安立刻就会闪现到你面前。那分体线算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，你只要把分体线装上，手柄一插，再把主体往包里一放，你看这就优雅起来了。那这里我要 cue 一下，就是当初我们和 PGY Tech 一起研发的这个如影 4D 分体背包已经开始量产了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但是言归正传，你看这样一番操作之后，如影 4D 的大小就会变成这么小。你说这个样子完全不招保安吧？那我不可能给你这个保证。但是可以确定我们并且试验过的是，保安追你的时候，你分体跑的会比完全体会稍微快一点。
总之，分体真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模式，有很多 DIY 的空间，超级有趣。这也算是行业里面独2无3的方案，因为索尼也有这个方案。但是你考虑一下，这个分体线真的不是我替他说话，大疆给这根分体线的定价是4999，你觉得贵吗？有朋友肯定会说贵，但是你拿来和它的竞争对手比一下，索尼威尼斯2的一根分体线，价格是18999美金，一根线要10多万。你看，你可以买一台如影 4D， 买一根分体线，再包你的情侣吃10几年甚至20年的疯狂星期四。这样一看，大疆真的还挺良心的。除了分体线，这次一同发布的还有这颗 DIO 卡口的17到28 T 3.0的变焦镜头，价格只要9999。我知道这个只要说的很勉强，但是相比别的 DIO 卡口镜头，动辄就是8000多块钱一颗定焦，光学还没有这么好，那性价比我觉得还算不错。这颗镜头也很好的填补了 DIO 卡口镜头没有广角的短板。那整体的画质你可以看一下，和索尼的1635 PZ 差不多，但在边缘画质上会有一些优势，还要好一点。那这颗镜头最特别的点在于它是一颗 servo 镜头。那什么叫做 servo 镜头？那就代表它有一颗内置的变焦马达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柄来实现一个丝滑的电动变焦，而不是用手去拧那个环。那这对于如影 4D 的提升，我觉得还是挺大的。你可以前期实现希区柯克变焦的镜头，也可以随意的去调整，相比过去要方便很多，不需要重新调频。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也算是一个比较惊喜的点，这颗镜头在17毫米端的最近对焦距离只有19厘米，和索尼的20毫米 f1.8 是持平，所以能够拍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微距画面，而且是广角的，大概像这样。那同时它本身也支持雷达自动对焦，也不需要标定，基本上就是我当前最喜欢用如影 4D 的原生镜头，小巧方便，光学素质优秀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那这些画面就是使用这颗镜头来拍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除了这颗变焦镜头，大疆这次还推出了 L 卡口的镜头组件，进一步扩展了如影 4D 的镜头生态。那这个也不意外，因为大疆早就加入这个马来松联盟，现在变成了这个大马来松，所以可以直接使用松下的 L 卡口镜头。那其中这5颗，我觉得对如影 4D 来说还是挺不错的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，每颗价格都在2000元到4000元不等，而且是 f1.8 的光圈，并且它最大优点是它的长度基本一致，所以在更换镜头的时候，你不需要重新调频，效率也会高一点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和大疆打通了协议，基本上实现了免标定，所以我们综合用下来，感觉和原生镜头没有特别大的区别。你要我推荐的话，我现在不是更推荐 DL 卡口镜头，而是这几颗镜头，对焦也很精准，所以这一点上大马来松行。那讲完了这些新的东西，我也想稍微和你聊一聊我们稍微有点迟到的如影 4D 长期使用体验。这1年半过得真的还是挺快的，我们用它拍了很多的项目，刷逼肉、拍短片、微综艺都用了它。那它好用吗？我会说绝大多数时候，只要你臂力够，那它都是挺好用的。首先就最直观的便携性，你不用和传统稳定器一样安装、调频、校准，这个流程我想体验过都不会很喜欢。那如影 4D 只需要装上电池和镜头，其他镜头往兜里一揣，开机就可以用，随便换镜头都不用调频，你只管追，它就只管稳。那就这一点来说，在现在这个时点，我觉得如影 4D 仍然具有革命性和不可替代性，有很多相机没有的功能，比如图传系统的集成能够远程控制，甚至能够实现体感控制，把接收端放在云台上面摇，就能够实现远程的云台摇移。还有这个新增的电子阻尼拨杆，那它就在你调参的时候，通过电机来实现阻尼，帮你像这样一档一档的精准调参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盲操，这都是以前不敢想的功能，我现在都有。那最大的遗憾就是它的50帧相对来说比较受限，需要裁切。更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传感器的果冻，这个是没法修复的，我很早也就吐槽过，会稍微有一点严重，特别在车拍的时候，速度一快，焦段一长，你看到的画面就会像这样都被扭曲掉，非常影响观感，尤其是对于这种擅长于移动的机型。除了果冻效应，如影 4D 的续航也是一个比较影响体验的存在。这块 TB50 电池在拍摄的时候只要硬核一点，只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到，搭配图传使用的话会更加短一点。唯一好的地方是这块电池充满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，所以理论上如果你随用随充的话，基本上3到4块电池能够供你1天的拍摄。
那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雷达对焦现阶段相比相位对焦还是有一点局促，没有眼控对焦，在有一些遮挡的时候还是容易跟到别的地方，并且跑走。那总的来说，如影四 D 你问我这1年半之后还喜欢它吗？那我觉得我真的还是挺喜欢，我特别喜欢用它。有的东西真的只有它来做才会方便。如果你想要一台集便携、画质、模块化于一体，并且适合单兵作战或者小团队干活，而且稳定的设备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即便不是唯一。那1年多的固件和配件更新，让它接近于产品的完全体了。那当然仍然会有一些硬伤，比如果动效应。那这个就要看之后的 X9 8K 云台能不能解决。大疆真的是把这个云台跳票了无数的时间，现在还没有面世，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的。总的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相机设计本身就是一件鱼和熊掌基本不可兼得的事情。工程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平衡。但是我还是仍然一样很敬佩大疆的工程师，真的，这毕竟是国产的电影机，有很多阻碍，我相信是我们都看不到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台很有意思的摄影机，组建它带来的乐趣对我来说就和玩乐高一样，我还是非常喜欢的。所以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